场管制区外，大半夜的排队车龙，装满满的货，等着上机。货车从外面下了货之后，他会选一些少数的样本部分来这边来准备，让这边的泰国的检疫官检验，就类似台湾的 FDA 啊、农委会这样检疫单位。门禁森严，不是厂商只能止步。在泰国开空运公司的台湾人陈俊珍熟门熟路，带我们开箱机场检验站。检疫的部分，它就是会看说你的外表上面是否有虫害，或者是它已经有被虫吃过、啃咬过的痕迹。那像芦笋的话是长条形的，它会拿一块黑布去敲，因为虫大部分都是白色跟绿色的嘛，它会去敲。如果敲出来之后，那个虫是活的，哇，那这个货就不让你出口了。蔬菜水果随机抽样，毕竟是生鲜类，抓的可严了。冷链制度吧，就是说最重要就是温度就是鲜度啊，这是我常说的一句话。你的温度必须要保持在5度C。那如果说在产地从农民那边收购过来之后，可能我们的运输的车辆或者是工厂，包含包装的包装的场地，都是要有开冷气这样。已经是泰国市占前2的空运公司。陈俊珍国小4年级就跟着父亲到泰国，家族事业原是蔬菜外销，因为台湾一碰到雨季，蔬菜价格容易被牵制。泰国又是农产大国，运输出台湾100-200吨不是问题。看着商机越来越大，进而改成契作模式，包揽整条运输链。光是出口就占了泰国 GDP 的70%，是典型的外贸经济，其中物流就是他们出口的主要命脉。像是我们现在进到的是苏旺纳普机场里面的自由贸易区，有80%的进出口商品都是从这里流通。生鲜还只占泰国出口货的其中一部分。制造业的话，现在有很多的从中国的厂商开始转移到泰国来，因为中美之间的贸易的一些问题嘛。那欧美的市场，他们开始会慢慢的去杜绝由中国送出去的货物，所以说就慢慢的就转移到东南亚。那泰国是一个它不排华，然后也是一个很进步的国家，很多的工厂就移来泰国这边了。泰国在北东协5国的中心，地缘、交通和经贸都占极其重要位置，俨然蜕变成高科技制造地。相对的，物流服务自然是其中一环。那市场之后就有运输啊，还有那些劳工的需求啊，还有等等之类，还有像进出口的话，他们的机器可能要移过来，他们生产之后要再用海运送到国外去。泰国空运到台湾的运费1公斤14块价差，比其他东南亚国家便宜，加上不收邮费，进而抢下缅甸和越南的物流单，成为东南亚的空运中转站。越南的部分，他们有很多的仓位不足的时候，或者是越南它的仓位很贵，发往欧美单价很高的时候，他们会从越南用保税卡车过境保税卡车拖来泰国，再从泰国这边用空运出到欧美。根据伦敦市调公司分析，2021到2026年，泰国物流市场规模预计成长2800亿，相比邻国的空运价高未少，他们只好把货拉到泰国送。陈俊珍知道，运输的版图还在扩张。公司他们的配合的伙伴有来全世界各地来设厂，所以他们就跟着这些厂商来设这个报关公司，因为这个有利可图嘛。当然，台湾人也是非常的团结哦，我们台湾人也是喜欢用台湾的报关行哦。巩固原有的空运客户，计划在开拓海运贸易。他心中的物流蓝图庞大而坚定。